陆东明是心疼海玲，但他依旧不想拖累海玲。他冷冷的道：说了，我给你60万元，是我妈给你的1倍，你现在给我离开，马上立刻给我离开。陆总，我不会要你那60万的。陆太太请我过来上班，那是细水长流的，你给我的是一次性的，我亏大呢。你要是每个月白白给我60万，我又不好意思收下。那还是上班挣钱，花钱也花得心安理得。陆东明一脸黑线，细水长流，你这是打算干上一辈子了？就陆总现在的心态，我觉得我能干上一辈子。陆东明，我会好起来的，我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海玲笑了笑，那就要看陆总能否配合治疗了。要是陆总一直这样下去，我很怀疑你能不能重新站起来。要是你下辈子坐轮椅，出门不方便，做什么事儿都不方便，别人把你推上楼去，你都无法自己下楼，想想那画面都觉得憋屈。陆总一向意气风发，真的就让自己活得那样憋屈吗？那陆东明黑着脸不说话。哎，能治好啊，谁不想治好？问题是医生都不敢肯定他能完全康复呀。虽说医生也没有说他好不了，只是说后面做复健的时间长一点。那陆东明想到做复健的漫长岁月，就失去了自信。陆总饿了吧？要不要喝点汤啊？陆东明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没好气的道：我妈花了1万元的日薪请你来照顾我，你就天天送点汤过来，饭没有，菜没有，这样子照顾我，我什么时候能好起来？陆总肯吃饭了呀，这个好办。海玲马上走出了病房，陆太太夫妻俩在外面坐着，看到海玲出来，以为海玲最终受不了儿子的臭脾气跑了出来。那陆太太起身迎向海玲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。你们四少爷想吃饭了，就你们谁出去给他打包一份快餐回来。陆太太听到的却是海玲在吩咐自己家的保镖出去打包快餐。家里人送来的饭菜呢，早就被陆东明大发脾气的时候打翻了。今天给他送饭菜过来的人是他大哥，但他却当着大哥的面打翻了饭菜，气得陆大哥想骂他一顿，被当妈的将陆大哥推出了病房，免得兄弟俩起争执。那现在的陆太太是完完全全护着陆东明的，就不管陆东明做什么事，她都包容着，也不让别人指责陆东明。我去，我马上就去。一名保镖应着，转身就走，去外面打包快餐。四少爷总算肯吃饭了。陆太太也是满脸欢喜，问着海玲：海玲，东明肯吃饭了？他昨天除了喝你送过来的汤，就没有再吃东西，到现在都是饿着肚子的。谢天谢地，他总算肯吃饭了哈。海玲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你了。那陆太太拉着海玲的手，不停地道谢。她觉得自己总算做对了一个决定。陆太太，不用谢，我们都是想让陆总早点康复。这陆太太点头，心里却是对海玲感激不已。海玲，陆东明在病房里叫喊着：陆太太，我进去看看。海玲轻轻地抽回自己的手后，扭身回病房里去。那陆太太没有跟着进去，只要海玲在，海玲不叫他们帮忙。夫妻俩都很有默契的不进去，就让2个人单独相处。儿子态度是恶劣，脾气也没有收敛，夫妻俩却知道儿子是很想海玲留下来照顾他的。回到丈夫的身边坐下，陆太太就叹口气，说道：我当初过于固执了，以后我向唐君业学习。陆先生说着老妻，我都劝你多少回了，你不听。儿子年纪不小了，别人像他这样的年纪，孩子都差不多上初中，咱们的东明连个女友都没有，难得他有喜欢的人，管他离过多少次婚，儿子喜欢就行。你就是不听劝呀。现在只能盼着海玲能让东明树立信心，配合治疗，早点出院做复健，早点康复。陆太太老脸微红，咱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大都是和我一样的，又有几个人能像君夜那样，不喜欢也不反对，
任由小辈自己折腾的。不说他们豪门，就是普通人也很讲究门当户对的。那家里条件好的，肯定是想找同等条件的。谁愿意找个家里一穷二白的？年轻人呢都是爱情至上，觉得友情饮水饱，家里反对就不顾一切的抗拒。等到真结婚了，婚后没有了激情，才能看到对方的不足，才会觉得不同圈子里的人很难混在一起。陆太太不觉得自己的反对是错误的，她错在用的手段过于激烈，才会导致儿子出车祸。到现在她还是觉得这个婚姻该门当户对的，那只是她不再坚持让儿子娶个门当户对的女人而已。海彤嫁入战家，不也压力山大？现在拼命的赚钱发展事业，不就是为了缩短她和战印的差距，也是为了夫妻能有个共同的话题。战印和别人聊股市的时候，海彤能听懂，了解股市行情，聊项目的时候他也能说上几句，甚至想着自己也投资一下。如果海彤还像以前那样固守着一间小小的书店，经营着网店，哪怕一个月收入有5位数，却没有再前进，当他和战印的激情褪去，夫妻俩还能聊什么？现在的海彤看似还配不上战印，但他一直在前进，在充实自己，努力让自己越来越强大，一步一步地追赶战印的脚步。陆先生不吭声了。的确啊，这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像战家长辈那样的。战老太太当初挑选儿媳妇，看似是由着儿子自由恋爱，事实上都是他老人家巧妙安排，让他的3个儿子爱上他心里认可的儿媳妇人选。他老人家就选的都是大度豁达的人。我觉得海玲其实不错的。陆先生说道。错不错，我现在也不管了，由他们去吧，只要东明好好的活着，哪怕他喜欢个男人，我都认了。陆太太是真的不想再折腾，就看2个人有没有那个缘分了吧。当初我就劝过你，不要把话说得太死，现在打脸了吧？这老男人就不能说点好听的话？山顶别墅，海彤打了电话给姐姐后，等洋洋吃完了饺子，他再帮洋洋量了量体温，对战印说道：“37度7，要不再帮他洗一次温水澡。”战印给洋洋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让洋洋喝点温开水，说道：“洋洋刚吃饱，让他休息一会儿，再帮他洗一次温水澡。退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不要着急，也不用担心。田医生开了药，在家里备着呢。”战印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海彤说道：“洋洋在退烧了，你公司里忙，先去上班，我在家里看着洋洋。”战印没有接话，他先接听电话，电话是段总打来的。段总，战印厌恶段芊芊，对段总还是客客气气的，毕竟2家集团在谋求着合作。不过，要是段芊芊很过分的话，战印宁愿放弃快到嘴的肥肉，也不想和段氏合作。段总在电话里爽朗地笑道：“战总，中午一起吃饭，我请客。”不等战印说话，他又说道：“就我们俩，在你们管城大酒店，我订好了雅间，咱们昨晚谈的项目，等会儿吃饭再谈谈，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可以签合同了。”段芊芊昨晚大胆地勾战印的手掌心，被段总批评教育了1个晚上。段总依旧觉得对不起战印，本来他带着女儿出面与战印谈生意，就坏了这战印的规矩。战印大度不与他计较，他感慨婚后的战印比婚前要大度很多，爱情改变了战印。可是自家女儿那一勾，就让段总自责。他很宠女儿，却有个度，打死他都不会允许女儿插足别人的婚姻。故而段总决定和战氏集团合作，不再考虑其他公司，就当自己用合作来向战印道歉吧。以后他也不会带着女儿踏入战氏集团半步，就不再给女儿见到战印的机会。就免得女儿越陷越深。段总还是很了解自己的女儿的。芊芊没有商小飞的魄力，
拿得起放得下。若是让芊芊深陷其中，他会明知道没结果，依旧会飞蛾扑火一般飞过去，自取灭亡的。我想带着我太太去，可以吗？段总不带着女儿了，战印却想带着老婆。海童在一旁说道：洋洋还没有完全退烧，我得在家里照顾洋洋，老公你自己去吧。战印看他，海童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他信任的道：我100%相信你，不用我守着你，你也不会做出背叛我的事情来。这家伙若是轻易动情的男人，也轮不到他来嫁他了。海童是真的信任战印不会出轨，那外面的女人再漂亮，他都是喜欢夹花的人。战印又看看洋洋，洋洋太小又不舒服，带着他一起去见客户，的确不太方便，况且段总烟瘾很大，不想让洋洋吸着二手烟。战印最终放弃了带着娇妻一起出门，他回应着段总：好，等会儿见。段总记住，就咱们俩，我再叫上我家浩宇吧。段总爽快的道：行，等会儿见。等段总挂断电话后，战印再一次问着爱妻彤彤：你真的不陪着我去吗？不怕别人抢走你的老公啊？不怕，就算怕也没用，你若是会被抢走，我天天守着你，你一样会被抢走的。都说能被抢走的不是真爱，我相信咱们俩是真爱，你是抢不走的。战印摸摸洋洋的头，颇不是滋味地道：你是为了洋洋才拒绝我的，你把别人家的男人看得比我重要。海童哭笑不得，又来了又来了，酒不吃醋，怀念醋的酸味是不是？洋洋生病，我确实不放心把他扔在家里，你也不放心吧？我要是陪着你去，你能放心洋洋吗？战印不吭声了，他也不放心。下次我一定陪你去，别板着一张脸了，上楼去换套衣服就好出门了，别让段总久等。你跟我上楼去，帮我挑一套衣服。战印提出要求。海童抱起洋洋起身就走。你的衣服不都是我买给你的吗？都是你喜欢的黑色，没什么区别，随便穿一套都适合你。你的身材如同衣架子，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。现在你每天戴着的领带也都是我买给你的，领带也不用刻意去挑那一条才是我买的，你随便系上一条，能为你的风度翩翩添分呀。战印小声地嘀咕着：我想你帮我穿上吗？海童扭头看他两眼，笑道：还不走快点啊。战印笑，快步跟上前，从海童怀里抱过洋洋，我抱洋洋上楼。别累着你，洋洋比我刚见他时重多了，那会儿他才2岁，现在都3岁了，1年时间，体重要是不长一点，我和我姐都得担心他。战印低低的笑，哇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洋洋都3岁了。数分钟后，夫妻俩抱着洋洋进房，海童进门就去帮战印拿来了西装服以及领带，就很体贴的帮战印穿上西装外套。坐在一旁的洋洋看到这一幕，他朝战印做着羞羞脸的动作，说道：一丈羞羞，还要小姨帮你穿衣服。他又不是脱光光的时候要求海童帮他穿衣服，只是让老婆帮他穿件外套而已，小家伙居然羞他。海童笑他，看看洋洋都羞你了，这么大还要我帮你穿衣服。战印说：洋洋才羞脸，这么大还要你小姨抱你，我还是小孩子呢。洋洋理直气壮地道。战印笑：洋洋平时不是说你长大了吗？长大了就不能让你小姨抱你了，你小姨是我老婆，只能抱我的，一丈比我更大，都能抱小姨，为什么我不能？你小姨是我老婆呀，小姨是我的。洋洋不服气地强调着。老公，海童帮他系上领带，好笑的道：你比洋洋大了差不多30年，还跟洋洋争个输赢，你不嫌丢脸，我都替你丢脸。战印笑哈哈的道：你替我丢脸，我就更不觉得丢脸了。战大少爷是想和洋洋争个输赢，不过很快他就被他老婆大人赶着出门了。彤彤，
你都不在乎我了。我要出门，你没有像别人那样舍不得，还催着我出门。战印是边往屋外走去，边抱怨着海童对他不够在乎。跟在后面的明叔都在偷笑。我不在乎你，在乎谁？洋洋不舒服吗？否则我准陪你去。海童好笑地说着他。战印在上车之前还抱了抱洋洋，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姨丈真是羡慕你啊，可以天天黏着你小姨，不像姨丈，天天都有很多事情等着姨丈去处理的。姨丈等我长大了，有本事了，就帮姨丈办事，姨丈就可以放假了。洋洋置气的话让战印笑了起来。洋洋真是个好孩子，不枉姨丈这么疼你。战印因为开心还在洋洋的小脸上香了一口，笑道：姨丈的工作很难处理的，洋洋要是想帮姨丈的忙，开学后可以好好的读书，将来长大了才有能力帮到姨丈哦。洋洋用力的点头：姨丈，我会认真读书的。妈妈说知识能改变，反正就是要认真的读书。妈妈说的话洋洋一时间想不起来，但能说个大概。对的，要听你妈和小姨的话哈。战印放下了洋洋，看向爱妻，很想把老婆大人搂过来也相上两口的。碍于小电灯泡在场，只得作罢。彤彤，我去见段总了。去吧。海童说完后想了想，又补上一句话：我会想你的。等洋洋完全退了烧，下午我带他出去散散心，再去公司找你哈。战印这才满意的出门了。海童带着洋洋站在别墅门口，目送着战印的劳斯莱斯在几辆保镖车的簇拥护送下远去了。他才牵着洋洋往回走。小姨，我想出去玩。洋洋边走边提出要求。洋洋现在还没完全退烧，等好了再出去玩好不好啊？洋洋嘟着小嘴，不开心的样子。他不会像其他小朋友那样，大人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哭闹，甚至满地打滚。他只会嘟着小嘴，让大人看到他的不开心能持续很长时间。海童轻捏一下他的嘴，打趣的道：翘的都可以挂2斤猪肉了。小姨带着你在这附近转悠转悠吧。小家伙这才开心起来。姨甥俩便没有进屋，而是转身往外走。那明叔见状啊，立即安排2名保镖不远不近的跟着姨甥俩，哪怕这里的安全级数很高，这大少奶奶也会拳脚功夫，明叔也不敢大意。姨甥俩在外面逛了好一会儿，直到洋洋说累了要回家了，海童才牵着他回家，也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可能是走得累出了一身的汗，感觉体温降了下来。小姨抱抱。小家伙要抱了。海童抱起他说道：小姨也抱不了太长时间的哦，一会儿还要下地走路。洋洋搂着他的脖子不说话，意思是想让小姨抱着他回到家里，就姨丈钥匙在，姨丈就能抱着他回到家里。海童抱了一会儿洋洋，就要放他下地，但是小家伙确实走累了，不肯下地。这跟随着的保镖忙上前来，由他们抱着洋洋回家。回到别墅里，刚进门，明叔就抱着一大束的鲜花走过来。明叔的手上还挂着几个袋子，瞧着像是装衣服的袋子啊。明叔，这是谁送的花？你们大少爷让人送回来的吗？看到那束鲜花，海童以为是战印派人送给他的。战印又给我送了什么？衣服我多都穿不完了。那海童也以为那几个装着衣服的袋子也是战印送给他的。他的衣服都由他负责买或者量身定做，他的则是由他负责，就他喜欢他的一身行头都是他买的。明叔欲言又止的，他先把花束递给海童，海童接过来，看到里面放着一张小卡片，他拿起小卡片看，上面写着战印，这束花送给你，愿你每天都开心快乐，爱你。没有署名。那送给战印的花束。海童看完后有点发愣，这是玫瑰花束。
有人送玫瑰花束给战印，卡片上还写着爱战印的话，不用问也知道是个女人送的，是谁给她的男人送花了？明叔再把那几个袋子递到海童的面前，说道：“大少奶奶，还有这几套衣服和领带，袋子里面都是放着卡片的，也都是写着那样的话。在大少奶奶进门之前，大少爷也收到过这些，都是商小飞小姐送的。商小飞送礼物都是光明正大的，不会像这个人那样不敢署名，还是请了快递员送过来的。快递员只说是个男的花了重金请他送过来的，那个男的说是帮客人送的，客人是谁，那个男人并没有说，快递员就更不知道了，过于神秘，明叔都猜不出来。海童抱着花束扭身走到沙发前，把花束放在茶几上，然后示意明叔把几个袋子给他。他拿出袋子里面的衣服和领带出来看，都是名牌，西装服也是黑色的。战印一贯穿黑色或者深蓝色的西装，那个人倒是摸透了战印的喜好，并没有送其他颜色的西装服。跟你们大少爷说了吗？海童问着明叔。明叔是管家，深得战印的信任，有什么事明叔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战印的呀。明叔摇头说道，这些东西是不久前才送到的，我在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大少爷的时候，哇，大少奶奶就回来了。明叔想着让大少奶奶处理吧，大少爷说过家里的事儿大少奶奶说了算的。他看海童的神色倒是不像生气，想到大少爷那张俊脸能迷倒不少人，婚后依旧有追求者，想必这大少奶奶心里也有数的吧。海童把衣服和领带也放在茶几上，再抱起洋洋，让洋洋坐在沙发上，柔声说道：“洋洋，小姨去拿体温计帮你量量体温。”又对明叔说道：“明叔，帮洋洋倒杯温开水给他喝点。我帮他量量体温，看看彻底退烧了没有。”好的。明叔转身去帮洋洋倒了一杯温开水过来，海童拿来了体温计，等洋洋喝了半杯温开水后，他抱起了洋洋，帮洋洋量着体温。明叔没有走开，他等着海童处理那束花和衣服的问题。那数分钟后，海童拿出体温计，看了之后松口气，对明叔说道：“36.9度，完全退烧了。洋洋刚才出了一身汗，他猜测是退下来的了。”外甥没事后，海童才拿出手机，拍下了花和衣服的照片，发给战印。战印很快就打电话给他：“老婆，是谁送给你的花束？”战印问得气势汹汹的：“哪个胆大包天的，居然敢给他战印的老婆送花，嫌命长了！你没看到那些衣服是西装吗？还有领带，是送给你的，那束花也是送给你的。战印送给我的吧？”他的气势汹汹一下子就蔫掉了，居然是送给他的，那个讨厌鬼搞恶作剧，给他送花送衣服，存心想让他和海童闹矛盾是吧？他连忙解释：“老婆，我绝对没有在外面招惹谁，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那卡片上写着是谁送的吗？我找他算账去了，署名没有写，不知道是谁送的。”海童猜测应该是段小姐。昨晚呢，战印才告诉他段小姐看上他了，勾他的手掌心，今天就有人送花送衣服给战印。除了段小姐，海童想不到第二个人。在管城，谁还不知道战印已婚？谁不知道战印宠妻？就算依旧有人对战印不死心，暗恋爱慕他，也没有人敢公开追求战印，那是自不量力。在管城，名门千金，有几个人的身份地位比得过商小飞的？商小飞追求战印的时候，战印是怎么对商小飞的？所以在管城不会有人傻到和海童争战印的，根本争不过。哪个吃饱撑着的这样整我？老婆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真的没有在外面勾三搭四的。战印最怕海童误会他
连连解释啊，我相信你没有勾三搭四，我是发给你看看，问问你的意思。这些东西要不要带你收下？全都扔到垃圾桶去。我除了你送给我的衣服，别人送的我都不穿。战印想都不想就让海童把花束，连同那几套西装服都扔进垃圾桶里。扔了呀，都是牌子货呢，挺值钱的。海童故意说道，扔了太可惜了，怎么着也是别人的一番心意，说不定明天还会再送过来呢。战印，彤彤，这个时候你别打趣我了，我是真的不收别人送给我的衣服，扔了，全扔了。我跟明叔说，以后谁再给我送东西来，我没有事先交代他收下的，全都不能收下，都扔了。我是说扔了，他又不知道你扔了，以为你收下了呢，然后天天都给你送。你最好就是把东西退还给他，让他知道你是不会被他的礼物打动，更不会收下他的礼物，当面打了他的脸，他才能死心，才不会再给你送礼物过来。战印觉得老婆说的有理，可他不知道是谁送的呀。他一向洁身自好，婚前干干净净的，婚后也从不与其他女人暧昧。你和段总聊得怎么样了呀？海童没有直接说出他的怀疑，忽然换了一个问题，战印就想到了段芊芊。他和段总已经在酒店吃着饭，聊得也挺融洽的。海童给他发了相片，他急匆匆地走出雅间打电话。那现在是老三在陪着段总说话，那段总也说到做到啊，只有他自己赴约，并没有带着那个讨人厌的段芊芊。肯定是段芊芊。战印的脸色阴沉，段芊芊人是没有跟着过来，却也不死心，居然送花送衣服到他的住处去。段总今天请他吃饭，也决定合作的事，段芊芊不可能不知道。他选择在他出门后再让人送花送衣服过来，那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海童误会他跟他闹。那女人太阴险了吧？我跟段总聊得很好，本也敲定了合作的事情。现在我想想，彤彤，我放弃这个项目了。段总只有段芊芊一个女儿，听说是段总身体的问题，调理了很长时间才生到这个女儿的。夫妻俩都极为宠爱女儿。虽说段总明事理，今天没带着段芊芊过来，也不会支持段芊芊追求战印，但战印不想赌。溺爱孩子的父母，就算再明事理，最后都会屈服、妥协，站到孩子的那一边的。他若是和段氏合作了，就是方便了段芊芊出入战氏集团。老公，这是大生意，谈妥了。合作怕啥？一个手巴掌是拍不响的。你只要对他没有意思，他怎么做也是徒劳无功的。那海童还是很相信战印的。当然了，有女人盯着她的老公，她心里也老大的不爽，但不想因为私人感情影响到两大集团的合作。生意还生意，私事还私事。老公，你要是怕段总将来帮着他的女儿，你可以在合同上加上几条协议，言明若是因为私人感情中断合作，所有损失皆由段氏赔偿。老公，我也相信你，100%相信你的。那个女人再大的本事都抢不走我老公。你们先合作完这个项目，赚到钱再说吧，又不是长期合作。与段氏合作的这个项目，能让战印亲自出面去谈，说明带给战氏的利润是很大的。身为战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，海童当然也希望战氏集团赚钱的，放着好好的赚钱机会不要，海童都觉得可惜。战印不说话，半晌呢，他问道：洋洋退烧了吗？已经完全退烧，我刚才带他出去玩了一会儿，他出了一身的汗，回来后帮他量了体温，36度9，退了就好。彤彤，你把花束以及那些衣服送到酒店来。我把那些东西啊交给段总，让他带回去还给段小姐。那除了段芊芊，战印也想不到会是谁送给他的。你不先调查一下吗？让人调查一下，确定是段小姐送的。
再请段总带回去，万一……那除了段小姐，还有其他爱慕者呢？战印，我真的没有招蜂引蝶。我知道你没有招蜂引蝶，是他们闻着你香味来的。战印一脸黑，当他是香妃啊，他是男的好不好？我让苏南帮我查一下，你先把那些垃圾带过来，放在保镖车带过来。哎，你别碰，免得脏了你的双手。等到苏南给我答复后，再让段总把东西带回去吧。好吧，海童答应了他。等会就帮他送那些东西去管城大酒店。战印还担心他生气，小心地问着：“老婆，你真没生气？没有假装吧？我对天发誓，除了你，我不会再喜欢其他女人，那也绝对不会给其他女人半点机会的。我的心房很窄的，只容得下你一个人，那再无空隙塞别人。老公，我不生气，真的一点都不生气。你这么优秀，若是没有人喜欢你，那才是怪事呢。再说了，越多人喜欢你，越能说明我的幸运。我上辈子不知道烧了多少高香，这辈子才能嫁与你为妻。那海童是真的不生气，嫁了一个那么优秀的老公，她就要做好理准备。那自己可能时不时就会有一个情敌出现，毕竟不是所有女孩子都能像她表姐商小飞这么理性，拿得起放得下的。在海童一再保证自己不生气后，战印才放下心来。夫妻俩结束通话后，战印马上打电话给苏南，请求苏南帮他查一下。苏南嘴上抱怨着：“战印，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的陪陪我老婆吗？我老婆刚怀孕呢，我的假期也还没有结束呢。”抱怨完，他又爽快的道：“我马上帮你查一下，然后分享给我老婆，让她一直走在吃瓜的最前线。”他的回应就是直接挂了电话。这种小事情啊，对于苏南来说就容易过吃饭。在海童带着洋洋一起出门，在前往管城大酒店的路上，战印就收到了苏南的回复，以及苏南发到他手机上的一些证据，证明是段芊芊送的花束以及衣服。战印没有马上告诉段总，等到海童到了酒店，他对段总说道：“段总，我太太来了，我下楼去接一下她。”又对战浩宇说道：“浩宇，你陪段总好好聊聊。”段总笑道：“战总请自便。”等战印起身离开后，段总对战浩宇说道：“看得出来，战总是真的很爱他的太太。”战浩宇笑道：“我大哥现在管城最出名的便是宠妻了。”“是啊，我们都听说了。战总这种人不动情就不动情，一动情就是深爱，一辈子不会变心吧？”段总感叹地道：“怕是没有人能取代得了大少奶奶的位置呢。他那个女儿对战印一见钟情，就注定是没有结果的。”想到自己的反复相劝，女儿似乎都听不进去，觉得海童配不上战印，只有他才配得上。段总就愁得很。虽说两家集团以前没有过交集，但是关于战印的传言，段总听了不少，他女儿也听了不少。在没有见到战印之前，芊芊对战印是毫无兴趣的。段总一直把女儿带在身边学习，很多事情都是手把手的调教，毕竟段氏集团以后是要交给女儿来继承的，他不指望女儿将段氏发扬光大，能做个守江山的接班人就很好了。知道芊芊心高气傲，不会轻易看上一个男人，战印又是已婚男人了，段总才没有多想，带着女儿与战印见面。战印以前是不喜欢客户带着年轻女性跟他谈生意的，现在放宽了点儿，大概也是想到他已婚。结果段总忍不住叹口气，战浩宇并不知道段芊芊看上大哥的事，他听了段总的话，笑道：“我们战家的男人都是这样吧，家族遗传，一旦动了真情，就一辈子不变心，茫茫人海能寻到真爱，那是需要很大的运气的，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与缘分，所以我们都会格外珍惜。我大哥是很爱我大嫂，他们也经历了一些风浪，走到今天，
感情更稳定了，他们彼此都很珍惜对方，也给我们这些小的带了个好头。战浩宇不期待自己的爱情，但是很羡慕兄嫂的恩爱，而他和乔涵原地踏步。说实话的，他和乔涵也就见了几次面，那是奶奶推波助澜下的结果。他承认乔涵很优秀，那两个人也能聊得来。事实上，他和谁都很能聊，但是每次看到乔涵的男儿打扮，战浩宇都无法把她看成一个女人，更别谈爱上她。他总觉得自己和乔涵在一起，就像是两个男人在谈恋爱一样。那虽然他也很想去揭穿乔涵的女人身份，奶奶给出的1年期限已经过去了一半，战浩宇和乔涵都没有进展，是他不好意思去追求乔涵，怕别人说他是同性恋。而且乔涵也有很多女性追求者，战浩宇一想到自己的情敌是一半美女，他就缩回了伸出去的脚，先拖着吧，大不了下半年再尝试尝试。要是没有在1年之内追到乔涵，奶奶不让他回家，那他就不回呗。反正他名下也有很多房子，随便住一套也是个家。战总和他太太什么时候办婚礼？会办婚礼吗？他们领证这么长时间了，会不会不办婚礼了？段总一副八卦的样子，其实是想套点内幕消息，回去后好打击自家女儿，不要一头扎进去，会被伤得遍体鳞伤的。已经定好了婚期，不过婚期定在了入秋后，婚期临近前会给大家送请柬的啊。我大哥那么爱大嫂，怎么可能不办婚礼啊？委屈谁都不能委屈我大嫂呀！不要说大哥不会委屈大嫂，家中长辈也绝不允许的。大哥身为长子嫡孙，他的人生大事在长辈眼里那是重中之重的事，婚礼肯定要办，还要办得轰动馆城呢。段总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也是，战总不可能委屈他太太的。”两个人闲聊了一会儿，门再次被推开后，段总便看到了战印抱着一个孩子，带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走进来，后面还跟着2名保镖，一名保镖手里抱着一大束鲜艳夺目的玫瑰花，一名保镖则是提着几个精致的袋子，不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。见此情景，段总心想着，就这么一盏茶的功夫，战印已经给他老婆买了一束花，还有其他礼物。这对小夫妻啊，感情是真的好。战印也真的宠妻，与客户谈着生意时，老婆一条信息，他就能撇下客户下楼去接他的太太。这是馆城大酒店，战印又带着保镖的，他可以让保镖下楼接海童，也能让酒店的人送海童上楼，不必亲自去接，可他就是亲自去接了，说明小夫妻俩感情极好，是外人无法插足的。